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秦刚还没到达，菲律宾就送上见面礼。美国驻菲军事基地没戏。前不久，美国与菲律宾达成协议，美军在菲律宾新增4个轮换点。虽然这不是军事基地，但也算是美军在菲律宾的一个中转站。很多人都开始担心，美国会不会最终在菲律宾重新开设军事基地？事实上，这的确就是美国的目标。人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菲律宾新增向美军开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有点类似开设军事基地的擦边球。但事实上，这的确不是一回事。美菲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提供轮换点，而不是新开设军事基地，两者之间区别很大。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19日的声明就明白了。他说，菲律宾不会允许美国在非军事基地存放武器用于台海军事行动，也不会准许美军军舰、飞机在基地补充燃料、维修或重新装备。这意思里面最重要的是，美军的军舰、军机最多可以暂时停放到这些基地，但加油和维修都不行。而军事基地的基本功能就是保持常态化驻军，包括长期部署军舰、军机和陆上作战部队，部署导弹，提供完善的保障等。菲律宾外长这话显然是为了迎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即将到访菲律宾而说的，目的是为秦刚外长的访问创造良好的氛围。4月22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马尼拉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很显然，秦刚外长访问菲律宾也是冲着美国试图在菲律宾正式开设军事基地而去的。美国最近在南海有2大动作，一是试图恢复过去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二是试图在越南的金兰湾开设军事基地，对南海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必要时阻断南海或者攻击中国的南海守备驻军。美国的想法我们只能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说了。首先，美军在1992年撤出驻菲军事基地，是因为菲律宾人民不想被美军把战火引入菲律宾，于是爆发了反美运动。随后，菲律宾出台了禁止任何国家在菲律宾有军事基地的法律。美国想要恢复军事基地，那就必须废除这个法律。其次，菲律宾很清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站到美国一边，那将带给本国巨大的灾难。美国一定会把战火引到菲律宾国土上。此外，美国对于菲律宾的经济只有盘剥，而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则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当下的菲律宾面对中美采取了中间路线，从中立的角度看，这是非常明智的决策。因此，美国试图重新在菲律宾恢复军事基地，肯定只会是长期的梦想。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